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4季前情提要：橡皮人拉尔夫加入了闪电侠小队。作为巴士12人第一个正义的人，拉尔夫和拜瑞成为了打击罪犯的搭档。经过威尔斯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查清了迪沃的真实身份。可拜瑞这一登门拜访，正中迪沃下怀。迪沃和闪电侠诞生于同一天，4年前的粒子加速器爆炸。4年前，迪沃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，普通到上课全员开小差。看似一事无成的迪沃，却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玛丽兹。迪沃始终觉得自己不够聪明，没有办法理解所有知识。他设计了一顶可以提高大脑开发率的帽子，玛丽兹当然义无反顾地帮助了他。可他们意识到没有足够的能源驱动这顶帽子，粒子加速器是最好的机会。威尔斯正对着全城宣布启动自己的粒子加速器，玛丽兹当众向威尔斯提出了问题：来自未来的斯旺又怎么不知道迪沃是谁？微笑地说，这次的实验会改变你我的一生。众所周知，这次的大爆炸是斯旺故意为之。迪沃夫妇也推断出了这种情况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迪沃静静地等待着加速器的爆炸，所有观众仓皇而逃。迪沃淡定地戴上了帽子，加速器瞬间爆炸，闪电劈向了迪沃的头顶。就这样，第二个被闪电眷顾的男人诞生了。打那之后，拜瑞变成了极速者，而迪沃成为了思考者，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。大脑得到了极限开发，肌肉却在急速萎缩。迪沃俩脚离地了，病毒上不去了，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。他当然想知道下场会如何，才刚超脱凡人就命不久矣。他只想靠着自己改变更多的人。逐渐的，迪沃只能坐在轮椅上，身体快速恶化，让他变得脾气暴躁。看着丈夫一心求死，玛丽兹再也坐不住了，她为丈夫打造了一台维持生命的轮椅，也就是迪沃现在一直坐着的。这些事情拜瑞肯定不知道。迪沃和玛丽兹瞒天过海，隐瞒了所有事情。乔认为这就是一对有爱有童心的夫妻而已。每一集都被骗的拜瑞凭直觉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，没有搜查令，即便身在警局也是无能为力。早在门口埋伏已久的小伙伴也只能暂时撤退。看着这张慈祥无害的脸，实验室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可能是幕后黑手，拜瑞却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大伙解散后各自忙各自的了。艾瑞斯留了下来和拜瑞 talk 了一下。1周后他们要举办婚礼了，艾瑞斯希望他放轻松点，拜瑞可不打算就这么善罢甘休。他偷偷来到了迪沃的课堂上，等到下了课，拜瑞走上前问他4年前粒子加速器爆炸时在哪儿，还问他最近有没有坐过巴士。迪沃虽然没有直接回答，可拜瑞也不是傻子，言语之间就能听出迪沃得有挑衅的意思。递出一张名片后，拜瑞就假装离开，电光石闪之间就顺走了迪沃的水杯。实验室大费周章开始调查，却发现迪沃的 DNA 和正常人一模一样，根本不可能是变种人。事实上，迪沃也确实不是变种人，他不过是大脑得到了极限开发。这一下，实验室的小伙伴更加不相信迪沃就是幕后 boss 了，反而觉得拜瑞过于多虑了。拜瑞让西斯科震波水杯调查线索，看到的只是迪沃在家和妻子吃饭。拜瑞气得不想说话，小宇宙都快要爆发了。艾瑞斯又 talk 了一下，指责拜瑞太急躁了，搬出7天后的婚礼让拜瑞压惊。大伙儿再次解散，拜瑞竟决定独自调查个究竟。资料还没看完就被恶人先告状。迪沃跑到了警局投诉拜瑞，说他没有搜查令，3番2次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辛格局长给了拜瑞一个眼神，拜瑞立马晦涩向迪沃道了歉，打发走了迪沃夫妇。局长警告拜瑞，查案必须要有绝对性的证据，如果他再来投诉你的话，我也保不住你的工作了。不甘心的拜瑞继续开始调查，他发现玛丽兹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家庭主妇，这就是一对贼夫妻。艾瑞斯开始恳求拜瑞收手，可是拜瑞又怎么会听呢？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实验室，看着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武士头盔，越看越不对劲儿。一点细微的声音让拜瑞发现了问题，针孔摄像头。意识到不妙之后，拜瑞偷偷摸摸来到了迪沃的家中，却不知自己又中了圈套。眼见玛丽兹驱车离开，拜瑞立刻穿墙进了屋内，掏出手电开始四处寻找线索，什么都没来得及找到，就听到了动静。拜瑞只能选择离开，把监控器拿给实验室的小伙伴看了一下，还把自己夜闯民宅的事情说漏了嘴。西斯科发现监视器早就坏了，众人对拜瑞又是无语又是无奈。拜瑞被逼疯了，开始向他们解释。一通电话把拜瑞拉回了警局，迪沃又投诉了，而且这次有充分的证据。昨晚拜瑞被监控偷拍到了，身为警员依法犯法，辛格局长只能让拜瑞停职反省。换做别人，拜瑞早就被抓进监狱了。先是所有人的不信任，又是丢掉了工作，拜瑞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找出证据。停职后，拜瑞违反禁令，再次找到了迪沃。这次他打算不惜代价找出证据。拜瑞直接问他是不是迪沃，迪沃也不演了，摊牌了，他就是幕后黑手啊！他直呼拜瑞闪电侠的身份都暴露了，拜瑞也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。迪沃把4年前的事情全盘托出，一副你知道的再多也拿我没办法的表情。迪沃告诉拜瑞，也许你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但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，就算你把所有平行宇宙人都找来，也不及我1/10的智力。2个人正式宣战，只是拜瑞不知道，战争还没开始他就已经输了。最直接的证据让实验室所有人都相信了拜瑞。一群棋子该如何对抗骑士呢？就在此时，沃利旅行归来，少年泰坦让他受益良多。迪沃这边酝酿着更大的计划，他想要的不仅仅是打败闪电侠。实验室里拜瑞大婚将至，伙计们准备给他办一个最后的单身派对，
费利西蒂也特意赶了过来，迪沃的事情暂时往后稍一稍，他们要先给白瑞办完婚事。女士们也准备组队去消遣。凯瑟琳自从在酒吧辞职之后，就有些心不在焉。单身派对正式举行，希斯克收集了白瑞从小到大所有的录像，端着酒杯一起回味着20多年前的回忆。时光境迁，乔的小儿子都快出生了。拉尔夫赶过来后一看，顿时傻眼。传说中的单身派对就是集体看视频，二话不说拉着哥几个直奔夜店。进来一看，居然是穿衣舞俱乐部，这倒是符合拉尔夫的性格呀。入场条件：没收所有手机，防止拍照。来到这种纸醉金迷的地方，几个老实孩子都玩不起来。希斯科特意给白瑞调制了一小瓶普通人一闻就上头的特制酒，今晚给闪电侠放下。一小瓶特制酒下肚，白瑞直接嗨翻了天，大喊大叫说自己就是闪电侠，幸亏没人相信他，就连威尔斯都玩嗨了。众人看着穿衣舞表演，瞬间傻眼，这货不是塞西尔的女儿吗？乔赶紧把他拽了下来，自己将来就是他老爹了。孩子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，来穿衣舞俱乐部就是为了证明真正的女人穿什么衣服都行，还没教育几句，哥几个一回头，白瑞满嘴辣酱，抱着鸡翅哭着说太香了。希斯科后悔自己调制了烈酒。此时拉尔夫的老仇家主动过来挑事，看着自己被侮辱了，拉尔夫冲上去就跟对面拼命。乔这个警察还没示警就被按倒在地上，聚众斗殴的下场就是被全部带回了小黑屋。另一边，女士们吃着大餐喝着香槟，和白瑞这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马仔突然找上了凯瑟琳，有些地方踏进去就很难全身而退。马仔的眼球里瞬间伸出一只触手，直接扑向了凯瑟琳。为了不让姐几个被弄死，冰霜杀手只能出现掌控了凯瑟琳的身体，任凭马仔再恶心也敌不过冰霜杀手啊！冰霜杀手重新出现后，让艾瑞斯蒙圈了。既然逃不过，那这次就准备斩草除根。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，艾瑞斯赶紧联系白瑞，结果电话迟迟打不通。冰霜杀手这边已经赶到了酒吧，一路上没人敢拦他呀。酒吧老板艾米奈特一直把冰霜杀手当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，冰霜杀手的离职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损失。艾米奈特不久前抓来了一个变种人，拥有能赚大笔钞票的能力，男人留下的眼泪会变成违禁品，卖给黑帮能捞一大笔钱。就算这样也动摇不了凯瑟琳，他就是不想和黑恶势力平起平坐。谈不拢，艾米奈特就准备动手。潜伏了半天的艾瑞斯赶紧出来劝架，说了一个防止酒吧被砸烂的借口，带走了凯瑟琳。然而这并不算完，起初凯瑟琳找的艾米奈特帮忙，主要是想消除冰霜杀手的能力。艾米奈特是全城最大的黑市老板，专门倒卖变种人和高科技。到最后，凯瑟琳发现自己就是个好客，根本消除不了体内的冰霜杀手。而那个一流眼泪就能卖钱的男人，也正是巴氏12人之一。没有闪电侠，他们只能靠自己解决了。凯瑟琳约了艾米奈特在小树林里决一死战，可艾米奈特走到这个位置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手铁拳能打能防，凯瑟琳根本不是他对手，他内心还是下不去杀手。警方闻讯赶来，全遭毒手，凯瑟琳趁机逃走，冰霜杀手的人格退去了，凯瑟琳都记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另一边，监狱里的白瑞慢慢醒了酒，可怜的乔身为警察也被关了起来。聪明的威尔斯是唯一一个没有打架的，直接把他们全都保释出来了。女士们这边商量着对付艾米奈特的计划，凯瑟琳为了不让自己失控伤害无辜，选择在实验室看家。费利西蒂没多久就定位了艾米奈特的位置，三个人偷偷的来到了交易地点。艾米奈特高价把哭泣男人卖给了黑帮，艾瑞斯两个人还没出手就被活捉了起来。怀有身孕的塞西尔根本无法帮忙，凯瑟琳不放心，还是跟了过来，打算用自己的命换回艾瑞斯和费利西蒂。眼看着艾米奈特准备杀死所有人，凯瑟琳怒吼了一声，一股寒气瞬间席卷了打手。冰霜杀手及时出现，保护了凯瑟琳。面对艾米奈特的铁拳攻击，冰霜杀手只能架起一团冰墙来拖延时间。菲利西蒂指挥着塞西尔开启了工业磁铁，大吸铁石直接把艾米奈特的铁拳吸了上去。冰霜杀手立马准备杀人灭口，以绝后患。艾瑞斯瞬间开始套卡，毕竟冰霜杀手还没杀过人，杀了第一个就会直接破功。艾米奈特临走前放下狠话，他总会有一天找到凯瑟琳复仇。哭泣男人趁机逃了出去。宿醉过后的白瑞与众人终于回到了实验室。这个单身派对两边都没过好，凯瑟琳逐渐控制了冰霜杀手，把今晚的事儿告诉了大伙。经历了一晚的九死一生，是时候商量婚礼的事儿了。艾瑞斯邀请凯瑟琳当自己的伴娘，哭泣男这边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迪沃直接干掉了他。巴氏12人都是他用来升级自己的工具。7天后，白瑞精心打扮了自己，邀请了所有朋友一起来参加婚礼。奥利弗团队、女超人、明日传奇全部腾出时间。一位皮肤黝黑的年纪轻轻的小女孩出现在现场，当着服务员，她激动地询问白瑞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就好像这场婚礼对她来说至关重要。所有人到齐之后，艾瑞斯牵着乔走进了大堂，卡拉亲自给好朋友白瑞配着 BGM， 白瑞的眼泪止不住的打转。等了20多年，他终于要迎娶自己最爱的女人。乔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司仪正在协助新郎新娘宣誓。忽然，一群黑衣人破门而入，奥利弗警戒地站在白瑞身边，为首的人看起来如同是黑化版的女超人，而他们的装束足以表明他们是德国工人党。我是花瓶，我们下期见。
What did you do?